我们是正话直说，美元霸权已经走向黄昏。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但其实问题大了去了。真正终结美元霸权的，绝对不是华尔街的金融巨头，而是一座被炸毁的海外铝厂。这就引出了今天的高光认知：美国霸权的底座正在全面崩塌。现代战争到底在打什么？根本不是单纯的技术代差，而是工业产能与体系韧性的较量。没有了庞大制造业的底层支撑，美元体系连一张废纸都不如，这就是极其残酷的底层逻辑。很多人不理解这种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先看一段历史背景。上世纪70年代爆发了危机，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脱钩，黄金兑换窗口被彻底关闭了。美国当时面临恶性通货膨胀，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霸权，美国政府找到了沙特做交易，双方建立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第一就是石油必须用美元结算，第二是沙特赚的钱买美国国债，第三是美国提供强大军事保护。你想买石油就必须先搞到美元，全球国家只能拼命储备美元。沙特卖出石油赚到海量美元，这些钱最终又回流到华尔街，牢牢支撑了美国的国债和股市。这套金融体系运转了40多年，后来还增加了中东的石油美元，大量投入到美国的科技公司里，但本质上还是上世纪的运转逻辑，那就是只要你还需要消耗石油，你就必须无条件接受美元霸权，接受美元潮汐的残酷金融收割。美元强势到底靠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流动性与主权安全溢价。但现在这个时代彻底改变了，不仅仅是因为爆发了局部战争，就算没有任何的冲突与战争，美元也绝对不会再有昔日荣光。这次中东的冲突是个导火索，很多人不理解美军的疲软，为什么现在的美军漏洞百出？其实本质原因非常简单粗暴，就是美国制造业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军在冲突中展现出的极大困境，实际上暴露了极其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以及军工体系结构性的致命缺陷。这场冲突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这2天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儿，很多人根本没有关注到这个细节，那就是美军轰炸了对方的设施，结果导致阿联酋的塔拉维铝厂被炸。网上流出的现场照片清晰显示，这座庞大的铝厂烈焰冲天，短时间内绝对不可能恢复生产了。可能有人会产生巨大的疑问，这不就是一座生产电解铝的工厂吗？你在这里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其实这里面的水实在太深了。要知道，世界主要的电解铝产能基本上全部都集中在中国国内，而阿联酋的这座塔拉维铝厂是除中国以外极其罕见的世界上主要的大型电解铝生产基地。这次导弹精准地摧毁了这个目标，10几公里以外都能看到冲天大火。塔拉维铝厂这次绝不是简单停休，而是从根本上彻底没法救了。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没法救了？因为电解铝这种工业冶炼工艺在生产过程中是非常娇贵的，生产线必须保持高温运转状态，一旦中途遭遇断电或者失控停机，哪怕只是非常短暂的电力中断，高达1000度的熔融状态，铝金属溶液就会在庞大的电解槽里迅速降温，然后直接凝固成坚硬的金属块。这一凝固，整个冶炼回路就全废了。昂贵的设备里全是硬邦邦的铝块，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去清理和修复。如果你非要强行去砸开修复它，那巨额的成本还不如新建一座工厂。这座占据全球 9% 产能的铝厂，这一停产影响最大的到底是谁呢？我可以极其严肃地告诉大家，受重创的正是不可一世的美军。大家要知道，电解铝工厂有个秘密，它在生产时会产生一种副产品，这个极其关键的副产品就是艮锽，而阿联酋的这座塔拉维铝厂正是美国雷神公司专供体系的一环。此前中国对稀散金属实行了管控，美国当时并没有表现得那么紧张，就是因为塔拉维铝厂还能提供替代。但是现在这座超级铝厂直接报废了，想要从中提取记忆已经成为不可能，美国在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到替代方案。大家可能以前在我的很多节目里多次听到我强调稀散金属的重要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重复了，但我必须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随着塔拉维铝厂的彻底停产，不要说陷入泥潭的美军受到牵连，整个西方的军工体系都会严重瘫痪。如果没有这些关键的稀散金属，
没有底去制造高性能的雷达芯片，美国和以色列拿什么补充武器库存？以前这座关键工厂还没有被炸的时候，我就断言美国没有能力打持久战。现在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可以笃定地告诉大家，美元完了，可能大家又会提出一个反直觉的问题：一座区区铝厂能够决定美元地位吗？答案是毫无疑问的极其肯定。如果没有先进的战斗机和精确导弹，没有任何人能够保障海湾石油生产。而海湾的石油正是石油美元的支柱。不仅如此，更可怕的连锁反应还在后面。一旦没有了强大军工生产能力的护航，从黄金、石油到算力、数字资产的演变，整个世界的底层逻辑就会被彻底改变。关于石油和黄金作为价值锚的逻辑，我以前在节目里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本期内容就不再过多赘述历史了。今天我们重点说说算力和数字资产。目前以电力和算力为核心的新体系正在全球形成一条全新的价值链条，而这个极其庞大且复杂的链条很可能会成为继黄金和石油之后第三代主导全球经济的全新价值锚。以前你想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你必须乖乖的拿美元来进行交易，所有的资金流转必须通过特定系统，这个清算网络完全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久而久之，全球就形成了路径依赖。你确实可以硬骨头不使用美元，但是你面临的交易成本就会极其高昂。美国一直用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强行维系着这套石油美元的吸血体系。但是现在通过这场残酷的消耗战，全世界的人们都突然发现美元完了。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币正在强势崛起，更是因为美国对大宗商品的控制力正在肉眼可见的持续弱化和衰退。对于传统的石油美元还有一点控制能力，但是对于稀土和铜以及锂矿等资源，甚至包括极其关键的工业电力网络，美国现在都已经完全控制不了了。而这些真正决定未来的核心资源领域，都是人民币体系正在逐渐主导的。但大家要知道，这些其实还不足以致命。真正能彻底威胁美元霸权地位的，是电力与算力构成的全新价值链。学术界也叫协议控制型数字流量锚。这套理论听起来可能有些云山雾罩，但本质上它的逻辑极其清晰简单，就是庞大的电力基础设施提供能源，先进的算力中心提供海量计算能力，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各种商业应用场景，数字资产提供价值流转的载体，最终形成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清算网络。这个新链条跟传统的黄金美元有什么区别？跟过去的石油美元又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建立在实体之上，它是建立在中国庞大的电力基建以及无可匹敌的基础工业能力之上。最近伊朗在国际上高调声称了一件事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油轮贸易，接下来全部都需要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大家注意，这绝对不是试探性的口号，这是正在落地的极其坚决的执行。这固然有伊朗想拉拢中国破局的考量，但更深层的实质是美元正在失去光芒。川普其实早就看出了这个致命问题，但是他采取的极端做法却适得其反，反而极大加速了美元信用的弱化。他动用强权抓了委内瑞拉的总统，试图用这种方式强行控制全球石油，逼迫所有国家继续用美元进行结算。结果这种霸道行径反而让世界各国害怕，大家都在心里犯嘀咕和担忧，我存在美国的美元资产还安全吗？川普一直想给虚弱的美元找到新的锚，但是他忽略了最基本的全球供需逻辑。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并不是世界的刚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什么才是刚需？稳定便宜的电力和算力才是真正的刚需。而在这个决定未来国运的关键领域，中国才是毫无争议的绝对霸主。这次战争中，对手打击美国的科技公司，反而更加巩固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那么大家肯定会觉得非常好奇，美国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归根结底，这是美国严重的制度问题。美国的军工产业经过数十年的野蛮整合，早就已经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寡头垄断格局。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等少数几家巨头牢牢控制着全国 90% 以上的产能。而这种畸形的利益集团结构就必然导致，第一是资本的利益永远优先于国家战备，军工企业只倾向于生产高利润的武器，
比如单价高达数亿美元的隐形战斗机。他们根本不愿意去生产低成本的常规弹药，大量政府资金被高管用于股票回购套现。到了2025年这么紧张的时刻，美军计划采购的战斧巡航导弹数量竟然可怜到仅仅只有22枚。第二是整个产业链的扩产响应极其迟钝，由于资本追求极致的生产线零冗余设计，即便是五角大楼紧急追加巨额的订单，产能释放也需要等待漫长的18到24个月。相比之下，对手拥有极其灵活的战时转产机制，大量民营企业可以快速切换到军工生产，这种深藏民间的隐形工业产能爆发力，正是现在产业空心化的美国最为缺乏的能力。第三是美国高层存在致命的战略误判，美军长期痴迷于追求武器的技术代差优势，却完全忽视了战争成本不对称的根本逻辑。大家算一笔账就知道美国错得有多离谱。美国发射一枚单价高昂的战斧导弹，它的制造成本高达360万美元，而对手发射一架简易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制造成本仅仅只有不到5万美元。这两者之间的消耗交换比高达72:1，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荒谬的战场现实：防御方消耗的成本远远高于攻击方的成本。美国为了拦截一枚低技术含量的廉价导弹，往往需要同时耗费2到3枚昂贵的拦截弹，单次拦截的综合成本直接超过1000万美元。而对手制造这枚低价值导弹的成本，可能满打满算也就只有100多万美元。如果长期陷入这种极度不对称的消耗战，不要说体量狭小、深陷泥潭的以色列，就是拥有印钞机的美国也绝对扛不住，它的国家财政必然会面临持续性的恶化。比财政破产更致命的是工业生态在坍塌，美国制造业占国家经济的比重已经不足1成，而现在极其关键的精密铸造和火箭燃料等，这些最基础也最重要的重工业制造环节大量向海外转移，导致了本土供应链的断裂。当对手把导弹生产工厂深挖在地下，藏在厚达数百米的坚硬花岗岩下方以后，美军绝望地发现，即使拥有再精确的打击能力，也根本无法彻底摧毁对手的持续再生产能力。美军就彻底陷入了永远炸不完的尴尬困境，而中东的这些对手仅仅是世界最不起眼的存在，真正的工业巨兽还在东方默默地发展高科技，疯狂升级最基础的庞大制造业底座，稳步构建由电力算力和数字资产组成的价值链。庞大的算力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核心生产要素，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一步就是它的货币化。而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美国已经完全难以改变落后的被动格局了。未来世界必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核心货币，这个货币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我私下里给它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电元。很多人可能没听懂什么叫做电元呢？没错，它的全称就是以电力为锚定的人民币，它坚实的基础就是庞大的实体商品背书，加上全球领先的算力网络作为强力支柱，这种电源的底层逻辑其实非常清晰直白。中国现在是全球光伏和风电的绝对制造中心，也是特高压输电和新能源电动车的霸主。如果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中国设备，大规模建设各种清洁能源电站，并用人民币结算，那么源源不断的电力就能成为人民币的新锚点。全世界利用传统石油等化学能源的绝对比重就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而在这一场残酷的全球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像日本这类极度依赖进口能源的传统国家就会被高昂的成本彻底去工业化。不管眼前的这场局部战争最终以什么形式结束，美元的霸权地位都已经是彻底完了。这其实跟中东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不可阻挡的宏大历史发展规律。接下来全球的经济版图会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第一就是传统的避险资产逻辑将发生重构，全球资本的避险首选将不再是美元和美债。第二是全球廉价能源的黄金时代彻底结束了，能源价格会长期维持在高位，且不再依赖油气。第三是过去40年来大家习以为常的投资范式，那种低通胀、低利率和全球化的美好红利已经彻底宣告结束，并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了。那么未来10几年石油美元到底会如何演变呢？
大概率它不会在一瞬间发生戏剧性的崩塌，而是进入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漫长缩水周期，最终形成多种货币体系多元共存的复杂局面。一部分传统的石油贸易可能会改用人民币，或者使用黄金，甚至各国的本币直接进行结算。另外一部分贸易可能还会捏着鼻子继续用美元，但是它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在不断萎缩，而且未来传统的美元霸权支付体系一定会和新兴的结算体系并存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未来金砖国家组织的不断扩容和强势崛起，以及中国与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经济联系加深，各种绕开美元的全新支付方式会不断涌现，传统的结算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化。没错，这是一个令人无比激动的宏大时代。传统的黄金和新能源设备以及实物资产，再加上有着强大工业背书的人民币核心资产，正在悄悄地站上全球经济博弈的历史舞台。而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在亲身见证历史。20年以后，我们再回头看今天的世界，也许不可一世的美元会慢慢萎缩成区域货币。而在未来风云激荡的这关键20年里，由于像日本这一类的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他们被高昂的成本残酷地去工业化，整个世界的产业分工格局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当他们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力的极度萎缩，伴随着美元购买力萎缩，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存在。对于我们国内的普通投资者和老百姓来说，现在正极其幸运地站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要清醒地看透这背后的复杂大国博弈。其实就算没有眼前这场吸引眼球的局部战争，美元也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它的霸权荣光。有了这场残酷的战争作为催化剂，仅仅只是加速了美元走向衰弱的这一个进程而已。大家千万不要被陈旧的惯性思维蒙蔽了双眼，一定要提前布局那些真正有底层逻辑支撑的资产。好了，兄弟们，本期极其硬核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再见。